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9日下午的12点2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在日线级别上，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幅上涨，但是我们看到行情走到这里面，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啊，在等位置出现了盘整动作。那么这些盘整呢，是一个下跌预期的有下跌预期的一个信号。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整轮行情它是由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构成，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完成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下跌之后打到这个下跌趋势线波谷连线下跌趋势线的这个位置上打到这个位置上，我就给出了一个反弹的预期。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有做日线到4小时级别反弹的预期，那么行情最终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它的反弹呢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到美国总是在公布利空那么第一个利空呢是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非农数据的公布第二个利空呢是美国公布了一个 CPI 数据然后一路反弹上去之后再次公布一个加息75个基点，然后加息75个基点之后，行情出现缓和，同时美国公布加息要放缓。那么在高位的时候，美国又公布了10月份的 CPI 数据。那10月份的 CPI 数据呢有个非常重大利好，因为它的数据表现非常好所以呢行情一路反弹到周线级别。那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有一个符合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因素在这里面。所以呢，目前顶到阻力位33700点附近之后有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那么如果发生日线级别下跌呢，会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下跌通道，并且呢这样的下跌通道重新回去之后呢，行情容易走对称性的下跌。那么接下来的对称性下跌呢，我认为会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个急速的下跌。所以呢，整体来说，美股它是出现一个下跌趋势下跌趋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大时间级别的反弹，反弹之后呢，依然要回到它的下跌趋势上来，那必然会影响到11月底到12月份的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来看比特币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横盘震荡。那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呢，它主要的遇阻点位是在16600点这个位置。我们看到16600点这个位置是小时线上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重合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连续的持续的发生震荡。但是通过前面的行情，我们观察到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日线级别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跌破了18500点这个重要的主要支撑。跌破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2根重要的阴线，分别是11月8日的悟空阴线和11月9日的8阶阴线。那么在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后面行情当中，从11月10号到今天连续9个交易日这一组 K 线，这9个交易日的 K 线呢，都围绕这个8阶阴线做震荡。所以呢，我们在行情当中判断认为这9根 K 线呢，都是这根日线级别8阶阴线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经历这些妖怪之后，我们在下方有这样的预期，就是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然后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如果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这个时间级别放大之后放大到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周线级别标志性阴线出现之后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可能会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是周线级别的，最终呢完成整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观察的细一些就是在小线的这个结构上发生了什么呢？
它正在走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是围绕19000美金到15588这个低点啊，对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下跌构成一个小时线的回补动作啊。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次案例了，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3万美金啊到17605这个缺口，它是日线级别的回补。日线级别回补呢，分别经历了4次波谷，然后发生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啊，走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它就有可能做小时线的回补动作。小时线的回补动作分别完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发生下跌，所以呢，我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啊，行情呢正在不断的回补19000美金到15588啊，这个位置回补结束之后呢，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底部位置的这个区域上啊，可能会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第一次波谷15588这个位置上已经给出来了，行情本身它走出来了。那么第二次波谷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行情通过横盘震荡，正在酝酿什么呢？正在酝酿第3次波谷和第4次波谷。那么在不断的收敛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就知道啊，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通过横盘走势呢，它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也可能直接打到第3次波谷。所以呢，在这轮小时线级别的震荡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空头来说，为什么空头呢？前面行情当中很多情况下都说了啊，因为本轮行情是熊市行情，熊市还没有完全见底，我们见底的目标位是10500。所以呢，在熊市当中，我们以做空为主；在震荡当中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布局一个仓位啊，一个空单。如果它出现小时线级别震荡，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然后出现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了，我们再依次布局，再补充这个空单。整体来说呢，我们在这轮震荡和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把这个空单逐渐加上来啊。反弹的高位加空单，相当于摊低了我们的一个成本啊。震荡过程当中要有一个仓位啊，如果跌下来的话，我们开始获利；如果反弹上来的话，我们在第二个位置上建立第二个仓位空单啊，把这个空单的仓位补上来啊。在行情当中一直强调的2点就是啊，要做趋势，目前的趋势是下跌趋势。如果出现反弹呢，就是我们补充空单的一个位置啊。第2点呢，就是合理的位置。那么第3点呢，是要分布式建仓，并且每一个仓位都要设置止损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非常容易啊找到行情当中趋势上的获利啊。通过这种形式找到行情趋势上的获利啊。那么在小日线呢，目前还是主要围绕18500到15588啊这一个区域上的回补动作啊。这就像我们身体上啊，手臂上被划了一道伤口之后啊，那第一步呢，我们要用手去捂住这个伤口，这个伤口很快会止血，很快会疼痛减弱啊，相当于第一次的反弹。然后血还要流啊，然后我们去医院去包扎这个伤口，去缝合这个伤口，好一点之后啊，我们这个疤啊还要结疤啊，但是呢，最后呢，这个伤口啊，这个从19000美金到15588这个位置的这个快速下杀形成的手臂上的伤口，最终呢被3到4次啊等位置的波谷啊3次的反弹啊进行不断的修复啊，最后血也不流了，你也不疼了，你就敢在这个位置上啊，大多数人敢在这个位置上建立多单了啊，这个时候呢，行情就一定会快速下杀啊。我们看到了整轮行情啊出现了2次这种结构了啊。第一次结构呢是这个69000美金前后啊，它形成了4次波谷，4次波谷之后快速下杀。那第2轮行情呢是黄色线这里日线级别上啊，形成4次波谷，然后对这个3万美金到17665 3次回补之后啊，3次反弹之后啊，然后快速下杀。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这种4次波谷。那么小日线级别上啊，通过比特币的分形结构啊，日线级别的结构呢和小日线级别上的结构是非常雷同的，所以呢，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同样有这样的判断，
就是对19000美金到15588形成3次回补之后做4次等位置波谷，然后最终呢发生下杀动作前面3次呢是对你的一个拓展性训练你会理所当然的认为16000美金是本轮行情的底部，但是底部训练完成之后第4次的时候你有这个意识了，很多人在这个位置上抄底了，认为行情能反弹到18000美金、19000美金，甚至23000美金这个时候很多多单开始进场的时候，往往是变盘要发生时间节点特别是目前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比特币月。什么是比特币月呢？10月份就是比特币月10月份比特币月反弹幅度仅有18%呀。这18%反弹完成之后，11月那就不是比特币月了11月到12月是严重看跌的一个时间节点非常容易出现一个特别狠的低点这个低点我们给出来了是10500美金，所以呢我们观察的时间级别有所收窄有所收窄。我们看到它小日线时间级别这个震荡拉长了，拉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已经10个交易日了9个交易日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它再次触及16000美金之后会形成4次波谷最终发生下跌那么非常注意的一点现在已经是11月19日了距离我们给出的一个低点的位置10500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和时间大概应该是在12月中旬出现，12月中旬前后出现，所以呢行情后面会越走越快要注意补充你的空单。你有仓位的情况下，你和行情建立了联系的情况下才能抓住趋势上的利润，而趋势上的利润呢是远高于你20倍杠杆50倍杠杆做的短波的利润的是远超于这些短波的利润的。而且短波呢你不容易抓住你一会儿多一会儿空没有人能抓住两头的行情，做两头蛇一定会很惨。所以呢坚持你的方向，你如果是多头的话你就做抄底你等12月中旬就做抄底。你如果是空头的话建议埋伏空单不断的进场空单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目前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我们看到在前面行情当中，白色线形成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快速回落，回落的过程当中呢，它遇到支撑，这个支撑呢是日线级别上整轮行情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大概是在 0.07 附近遇到支撑这个支撑线同时呢也是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了一个3重支撑。那么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发生反弹，反弹之后重新回到这个收敛结构上来，这个白色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当中来，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目前上的一个压力位，在这个压力位线的阻碍下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日线级别的上的下跌趋势，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上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下面就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一个下跌，急速的下跌呢会平行于6月份的下跌，所以呢行情在这里面整体来说，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是严重看空的。然后回到以太坊本身上来，以太坊本身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形成箱体之后发生突破，分别突破了一个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140均线、169均线，最终呢遇阻于1700点。同时呢我们观察了1700点是由4877高点位置波谷连线延伸过来的一个压力位，压力位附近发生了快速的下跌，这个下跌呢我们观察到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日线级别的已经形成了。阴线形成之后日线级别悟空八戒形成之后，下面就有沙僧唐僧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红色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目前形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当前行情已经不断的接近焦点，这个接近焦点的过程就要发生变盘。我们接下来的行情呢，我认为依然是以空头方向为主。为什么说呢？因为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目前已经走到了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目前处在八戒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只要跌破1100美金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就应该走出来
就会走出来。同时呢，这个位置上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是我们补充空单的一个位置。那么怎么补充空单呢？我认为1200点你应该有一个空头的仓位，同时如果能反弹到一个压力线附近1350点附近这是一个箱体结构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在1350美金下方都应该去布局你的空单，最终的行情会不断震荡接近焦点，最后发生下跌。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很多币种正在出现一个弱势的走势像 DYDX 之前它有一个上涨通道，但是目前以横带跌脱离了上涨通道之后，我们观察到已经跌破了小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并且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它形成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由。如果在这个 1.8 美金附近1.85美金这个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附近不能够形成支撑的话，行情就应该会出现对称性的回落。所以呢，目前对于它的多头趋势已经接近尾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你如果做多头的话，一定要把 1.8 美金设置为一个止损，因为 1.8 美金呢是它一个1440均线4小时级别1440均线的一个支撑位如果这个位置再次发生跌落的话，应该立即止损出场。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两极分化正在产生，之前出现快速上涨的币种，像道指、Mask、Mina 这些币种呢，纷纷出现了回落，并且在回落的时间级别都有放大都有做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应该是远离正在调整的币种，因为这些币种呢非常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要等待它有出现突破信号之后，也就是出现各个时间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阳线之后，再做它的现货。那么现在可以关注的是哪些呢？我认为是这个像这个足球币的币种CHZ 富德豹这些可以进行关注。然后最近涨幅非常好的二姨夫YF2这种也可以进行关注毕竟呢，目前它已经走出了一系列的上涨在日线级别突破144和1690均线之后，目前已经正在走这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细由。周线级别上涨细由我们看到已经走出了一个8节阳线的位置，底部这个不算算震荡。那么上方就有沙僧和唐僧那么对于 YF2 这种数量非常少但是目前已经形成热点的币种它的缓涨段是应该我们进行关注的。那么如果关注的话，进场的话，我认为你要在小日线级别回落到144均线，也就是目前看2400美金左右再开始进场，因为上涨过程当中必然伴随回落你如果是追涨的话，非常容易进套特别是目前它已经到达整数关口3000美金附近的话你应该做调整之后的进场动作，而不是直接现货直接我说这个比较好你就直接进场这样非常容易受到损失应该等待它回落到小日线级别1440均线1690均线附近之后再做，然后把止损一定要设置好。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